牛魔王，从太瘦到太胖，这只猫的童年和少年老态龙钟。一场大病因祸得福，它这辈子第一次高高跳起，第一次狂奔。这是牛魔王，我们最疗愈的猫。它和3个妹妹还没有断奶的时候，就被一个邻居买回来胡乱喂养，当时真是九死一生。他们死里逃生后的喵生故事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。现在牛魔王突然返老还童，我们才意识到他的成长这么曲折。我们应该能够活下去。怎么这么慢呢？我现在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啊，放不动。你是太胖了吗？不行啊！我们也不能任猫欺负，对不对？天哪，牛魔王竟然会打架！哎，怎么这么会躲？牛魔王，你真的很会带。你看，牛魔王就安慰他。这是牛牛吃的，我生病了，也没有哭。安全的闯过了这一关了。你那些很贵的罐头真是没有白吃，你跑起来这么快啊，牛牛！它以前像老猫一样，现在是小猫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蜕变。邻居送来请悉数挽救的8只小奶猫，2个回了喵星，2只送养，剩下4个成为我们自己的孩子。牛魔王和铁扇公主是亲兄妹，二当家和小春是亲姐妹，每一个都瘦得皮包骨。牛魔王现在已经把碗底扫光了，真是太高兴了！我终于不用给你喂奶了，我们应该能够活下去，不过要继续努力才行。加油了，宝宝！牛魔王骨架大，显得特别的佝偻，老态龙钟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慢，吃饭也慢，但他一直很努力的吃。这吃东西差远了。你看这个吃东西差远了。哇，没事，怎么这么慢呢？哎，牛魔王，哎呀，宝宝啦，要打起精神哦，要加油啊，宝宝！在他们2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，脱险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一个灵活的胖子了。牛魔王原本突兀的眼睛慢慢收回去了，他也开始玩玩具，从骨瘦如柴迅速变成珠圆玉润。牛魔王小年纪就已经有肚子了，那一定是非常柔绵舒适的肚子，要不然妹妹也不会把它当成妈妈的怀抱。4个同患难的孩子当中，牛魔王是大哥，他很会照顾大家。在他以后的喵生里，他还会照顾很多其他的猫猫。这4个孩子和后来又救进来的几只小猫组成了幼幼班，他们终于活成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。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，都是小朋友，都好相处。我们第一次看到牛魔王这样一扑，这个动作我们要在大概将近2年以后才再一次看到。玩闹的时候，牛魔王永远都是躺在地上的那一个。逗猫的时候，西叔都要专门招呼牛魔王，他才会来。牛魔王起来，哎，牛魔王，哎，牛魔王，乖乖了。他也从来不会像二当家这样子轻盈的跳跃。妹妹们可爱说话了啊，这样子啊，好啦，真乖了。但我们几乎听不到牛魔王的声音。只有在抢吃的时候，牛魔王才略输给二当家，跟小春和铁扇公主不相上下。只是他们快1岁的时候，看小春和牛魔王的身材真的是差很多。牛魔王，我们的啾啾太细了，要加强锻炼了，宝宝。你要翻过来吗？翻不动。你是太胖了吗？要减肥了。但牛魔王竟然因为太胖，经常挨揍。不行了。牛魔王又要躲起来了。在幼幼班和露西家5个孩子2个族群融合的时候，牛魔王因为体型被当作了威胁。我们人类看起来牛魔王真的是人畜无害的，但是露西家的老大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壮壮的成年公猫，那就一定是威胁，所以老大总是来凶他。露西家紧张的孩子跟幼幼班慢慢熟悉以后，甚至都能闻出来牛魔王真的是非常温和的孩子。牛魔王1岁半的时候，经历了第2次的族群融合，瑶瑶带着他一群非亲生的孩子加入进来。为了让大家更放松一点，悉数经常安排大家聚餐。我们期待的其乐融融的场景大部分实现了，但在角落里还有2个紧张的家伙，老大和双截棍。有一次牛魔王被当作了威胁，但牛魔王很快就让大家知道，他只是温和，绝不是软弱。天哪，牛魔王！
不打，牛魔王竟然会打架，太厉害了，宝宝。牛魔王，我很高兴，你现在不是任人欺负的了。我们也不能任猫欺负，对不对？嗯，我那牛魔王老实巴交的，终于学会打架了。好棒，两个都开心。看起来好像劝架成功了。但我们其实忽略了牛魔王正在默默承受着压力，这可能是他最艰难的时候。他得了口炎，就诊、打干扰素、用药。牛魔王又一次东躲西藏，不过这次躲的是洗漱。啊，你果然在这里啊！来，出来吧，宝宝。牛魔王要吃药了，你又躲起来。我给你喂药真是，这好像没有哎。嘿，牛魔王你在这里，怎么会这么会躲？天哪，你吃药。吃吧，宝宝一定要吃掉哦。不能推太快，让它会呛。2个疗程后，牛魔王的口炎竟然好了，他胖成了一颗球。相比之下，3个妹妹真的还是小猫。牛魔王、铁扇公主、小春和二当家1岁半了。哇，怎么这么多毛毛头？他们还是喜欢待在一起。牛魔王，你真的很会带哎。有牛魔王在，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。但我们不知道，杯状病毒正在悄悄蔓延。先是露西家的老大不吃饭，导致脂肪肝。他住院回来非常紧张，牛魔王就安慰他。在我们人类看来，这真是以德报怨。以前老大经常打牛魔王，铁扇公主和小春也来陪老大。窗台上是老大的妹妹，露西家的5个兄弟姐妹先后都做了拔牙。啊，你在这边干嘛？牛魔王，你是不是跟妹妹在一起？我要带妹妹去医院了。哎，这是小春，小春也是要去医院的哦。牛牛，快出来，乖乖，你今天是不用拔牙的哦。铁扇公主和小春在航空箱里也准备去拔牙了。牛魔王挤进去，挡在最前面，不肯出来。来了，牛牛，你要跟妹妹一起去吗？铁扇公主和小春手术后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小春比以前更亲人。铁扇公主和二当家竟然开始躲着我们，不让摸。但牛魔王带着他们就可以摸。铁扇公主，你来了，宝宝，牛牛，铁扇，还有你，还有二当家。实际上，每次都是牛魔王开个头，摸着摸着，大家都过来了。铁扇公主真的来了，但牛魔王的口炎终究还是复发了。4个孩子当中，只有二当家没事。他一直瘦瘦小小的，存在感极低。但每次只要打开猫罐头或者食粮，不管在房间的哪个角落，他一定知道叫得震天响。我们觉得这可能就是他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表现，要不然最瘦小、最贪吃、最健康，这3者集于一体，看起来就挺矛盾的。牛魔王也呼吸道感染，不吃饭，得一口一口喂，但他还是吃得不够，导致了胆黏淤积。他隔太久，也就是说他空腹的时间太久，得尽快调理好身体，才能拔牙。牛魔王不舒服的时候，基本上一动不动。当他开始到处走，就说明比较舒服。好多了，你去哪里逛了？哎呀，棒了，你开始自己走来走去了，这么棒。就这样，时好时坏。终于要拔牙了，他2岁5个月。所以他是会主动让你们摸吗？对，他喜欢别人摸他。好棒，牛牛你很聪明，你安全的闯过了这一关了，没事了哈。我们要回家了，乖宝宝。没事，我来了。一般住院回来都比较紧张，大家也会不安。小春和铁扇公主就因此被打，但牛魔王永远不会，他跟大家一一打招呼，大家也没有忘记他。牛魔王突然好像有了好奇心，突然会狂奔，抓猫抓板伸懒腰。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活泼过。但好景不长，15天后，牛魔王突然发烧、拉肚子、不吃饭，炎症指标飙到很高。医生怀疑他得了猫瘟，又追加了几项检测。又不是猫瘟啊。那请问你哭什么？也没有哭。对啊，吓了我一跳。尽管排除了猫瘟，但还没有完全脱险，还得住院。
牛魔就打呼呼了，好棒啊，牛魔王！我们要回家啦。这一次还是一样，每一只猫还有我们都热烈的欢迎牛魔王回家。来吧，鸟鸟回家了，瞬间被大家淹没了。连续2次住院，牛魔王瘦了许多。以前他蹲下来的时候，下身会堆起好大的一坨，现在没有了。幸好牛魔王小时候极度虚弱的阶段就开始猛吃，把自己吃胖，为来日大难囤积了营养。我们担心他瘦太快，怕冷，也给他穿了衣服，但没几天衣服就不见了，至今也没找到。小春的衣服是一直穿到我们帮他脱掉。西叔和医生推测，牛魔王最近这次疑似猫瘟的大病，可能是吃药吃出的副作用。2种药，一种是抑制杯状病毒的，一种是消除胆泥，都停了。西叔也观察到有几个拔牙的猫吃饭的时候猫粮会漏下来，实际上吃得很少。所以牛魔王、小春和双节棍需要专门加餐喂食粮，当然也要经常带他们去检查身体，特别要留意肾脏的指标。牛牛现在就是又回到了无双的年龄。牛魔王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轻盈活泼，这么爱玩，这么爱打闹。牛魔王现在变成精神小伙这么爱了。捣蛋。牛魔王，你干的好事，这下全塌了。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阿苏，他经常陪猫猫玩逗猫棒，我们才能够这么明显的看到牛魔王的转变。小春也进化了，他的纵跳攀爬的能力真的是让人惊讶。牛魔王从小时候老态龙钟，到现在返老还童，这么戏剧化的喵声也提醒我们，那些看起来特别乖、特别安静，也因此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猫，很有可能正在默默忍受着疼痛。要多关心它们。你那些很贵的罐头真是没有白吃，你跑起来这么快啊，牛牛！从小到大就没有跟那个矫健这个词有过关系，他现在才有了矫健的这个。哎呦！